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在从化骑行啊，从105国道骑到了社区小镇，边上呢有一条河流叫鸭洞河。这条河流呢，经过政府出资打理啊，修建了差不多9公里长的绿色的骑行道，当然也是一条散步道。我刚刚呢已经骑到了它的绿道的算是终点吧。现在呢我就打算回程骑行。我又经过刚刚来的一条小桥，然后从左侧的绿道呢再骑回去。这边景色很美，我也是第一次来，感觉还是有些兴奋啊。你看它边上虽然是农村地带但它还搞了一些文艺味的东西。你看永竹，这边专门写了一首诗我就不念了，蛮长的这个墙上呢做了一些这样的文化的设施，当然了并不是非常的完善但也在山村的一个村口做了一些，不知道是供村民还是跟游人这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那我就从这边呢往回骑，作为我今天在从化的第3段的骑行，跟大家分享。我的左侧呢就是鸭洞河，这里面有很多鹅卵石但就不是鹅卵石了，只能称之为卵石，因为一个个都很大相信有很多一个人都未必能抱得起来的这种圆乎的石头。想象的应该是从上游这个滚落下来。这里好多的小鸟，就在这种自然的美景，尤其是以前也没有来过的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有个叫什么七境之鸭戏水，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这边还有游客。看来还是有人到这边来搞活动你看到前方有一些类似帐篷一样的地方而且这边也有一些公共的洗手间这样的设施，非常不错。好，我们继续骑着。今天呢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可能来的人会少一些，所以正好趁着没什么人的时候，在这个河边可以畅骑一阵。
我又看到从化两口机场的牌子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库吗？果然啊，应该是直升机的机库吧？你看，有两个圆的平台，就从这边可以出发。这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呀。好，我已经来到了外面的汽车道上了。这个右侧里面都在进行施工，相信的都在起楼啊。看来这边有很多工程要搞啊。广州供电局两口供电所就在我的右侧，右前方呢就是设计小镇的一个建筑物啊，挂着各国的国旗，但是门前的一大片的草坪呢都已经搞掉了，这不知道是为啥呢？要搞什么大工程吗？生态设计小镇旅游区服务中心啊，有这么个牌子在右侧。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停留了，直接回到玉泉大道上啊，往回骑了。右侧还有一个广东省生态工业设计研究院。
这边的一些建筑啊，就是那种美化环境的建筑物，那种雕塑，马的雕塑还在。右侧又搞了一个卡丁车的营地。前面呢就是生态设计小镇的一个牌坊，出了这个牌坊呢就离开生态设计小镇，前面的小马路呢就是105国道，我就要沿着这条路呢左拐回去啊。我身后呢就这个牌坊。好，切过马路，对面呢就是流溪河了。我们在这边稍稍的观望一下，下面这条河呢就是流溪河。这里应该是一个停车点和公交车的车站。好，我们继续往回走了。右侧呢就是碧水湾温泉度假村啊，这里面呢还是有很多设施，还是受很多人欢迎，但是我们就不进去了。
左前方呢，就是刚刚来的时候经过的从化马场。左侧呢就是从化马场了。现在呢，我其实是贴着流溪河的河边在骑行啊，但是我骑行在大马路上嘛，这个河岸里面呢有很多的树木遮挡，所以看不清流溪河的真面目。等一会儿找个地方呢，可以来看一看流溪河的河景。前方呢有个岔路口，有个叫唐料的地方。现在呢，我就从右侧这条马路转进去，这个地方叫唐料啊。唐料街这边呢有一座桥啊，可以看到两边的碧绿的流溪河的河水。左前方呢就是国家的叫
版本馆啊，我们差点忘了，叫版本馆。我们来看一看啊，通过这个桥洞，通过这个栅栏可以看到碧绿的河水，可以再高一点啊。这个就是流溪河的风光，非常美的。今天水还不算特别多，有时候到了春季啊，它有时候这个水都会满到这个路边来。对面呢，一样啊，望过去也是青山绿水，非常漂亮。好，我们还是到下面吧。这里也建了一些度假的这种别院啊。西边汤树，这个地方现在都变成了私家地方了，好吧。右侧拐进去呢，就是广州英豪学校，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找一条道，看看能不能去到版本馆。我记得是有一条道的。这里呢，就已经来到了国家版本馆前面的一片公园了，碧湾亭。这里很美，非常开阔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边就骑段啊。感觉这边有可以去张望一下国家版本馆的建筑物那个姿态啊。到了春季呢，这边都会种上稻米，绿油油的一片，还是蛮好看的。你看啊，这边还有一块石头做的一个椅子，一个化妆品有限公司捐赠的。我们看看对面多美的一片山，山脚下的一片房子就是国家版本馆。这一路过来啊，你看那边有座非常漂亮的桥。好，我们在这边略事休息。好，我们在国家的
返本中心前面的地方略事休息一会儿。现在呢，我们准备向着温泉镇骑行了。公园真的修得非常之美啊！我的前方呢，就是流溪河。现在呢，我已经在流溪河的，应该是它的右侧骑行。这边呢是有一些桌凳，而外面呢就是流溪河了。这边种了很多的树，挡住了这个看风景。好吧，我们就转一转就好。好，我们继续出发。我的家人呢，在温泉宾馆那边等我，等一会儿一块在那边吃午餐。温泉宾馆呢，是以前的老干部们这个冬天度假地方。当然，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宾馆了，但里边的餐馆我们觉得还不错，所以每次来呢，大概率都在那边吃饭。那我要看一看怎么才能够骑到宾馆去。很美的公园，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树木都枯黄了你看这些草都是枯黄的状态。但是我前面呢，国家版本馆的这座建筑物呢，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真的是有一种古韵、古代的那种，应该是唐朝的这种建筑的风格。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建筑物从这边是可以去到成都国际会议中心的边上叫清源西屿，应该是个宾馆。这边呢是一座桥，应该是一个水坝，叫胜利电站。这个地方我肯定是来过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在这个水闸的水坝上骑过去再骑过来吧。
唐廖南河坝在这里。好，我们还是掉头回去走。甚至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观望一下。你看啊，站在这个水坝上来看一看前面的流溪河的景色，非常美吧？我看这边写着崇都国际会议中心，那我就从这条道骑下去啊，看能不能从那边呢去到米布，再走一条小路去到温泉镇。这就来到了流溪河的边上了。七大灌渠，这是从化的一些工程啊。哦，这边还有一些休息的地方。这个边上这个沟渠呢，就是从化老百姓啊，在国家的组织下，经过很多年挖出来的7条沟渠之一，主要是为了灌溉农业啊，就是在人定胜天的这种指导思想底下发挥出来的这种劳动力，最后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这条道呢也铺上了非常好看的这种柏油马路啊。就铺了这一段啊。就这条道呢，确实是我曾经骑过的一条道来的。好，看看我能不能认得以前骑过的路，从这边呢回到温泉镇去。我的左侧呢就是流溪河，青山绿水。而我的右侧呢是一条汽车道，这条道呢一直通到前面的崇都国际会议中心，在前面的就是米布，是一个旅游观光的村落。但那边呢，我记得是有一条小道可以骑回去的。时隔多年了，我们再去找找看。
现在呢，就好像在森林里面骑行了。其实这条道已经存在好久了，虽然是由砖铺设的，但是感觉质量还可以啊，这个砖都还是蛮结实的。好，现在从这条小道出来啊，我的右侧呢就是成都这个庄园的一个门，里面呢建了很多的这种房子，私人领地，我们进不去。那我们就沿着这条汽车道向米布再骑进。不知不觉呢，已经骑了接近30公里了啊，所以这段骑行非常的愉快，没有人打扰，天气又凉爽，风景优美。那我们呢就打算在成都庄园这边呢结束我们第3段的骑行了。也希望大家跟随着我的镜头，也能够呢为这些美丽的景色所感动，也会有愉悦的心情。有空呢也可以到这些乡下地方去走走。现在这些乡下地方呢，真的环境是比以前要变得更加优美了。我觉得不负好时光，不负好季节啊！在这样的好天气呢，大家尽可能多的外出活动。户外活动呢，是让人身体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啊。那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等一会儿还会继续向着温泉镇那边骑行。我们一会儿见，拜拜。